临终关怀和还有一种叫做姑息关怀，就是姑息医疗呢就是不同的，一个是 palliative， 姑息就是 palliative care， 临终就是 end of life care， 就是让病人啊或者是家人他们一起做决定，就是在他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们要我们帮忙什么东西，要怎样去处理他最后的那一层那一段路。OK， 我看到了。好，用无声的记忆，天上有声的回忆。大家好，欢迎来到无声卡带 2.0 的访问现场，来鼓励，掌声。今天是我一个很荣幸的机会，就是我有机会访问到医生。为什么我会访问到医生？因为是这样的，在上2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是有参加一个叫 Akaiman Podcast 的播客大集会这样的，就所有马来西亚的 podcaster 都会去到一个地方，一起去交流，一起去学习。刚好就有这个因缘认识了Dr. Sep 咯，所以那时候我看到 Dr. Sep 的一个印象就是很风趣，很畅谈，而且笑容很好看的，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现场笑到很好看的。重点是我觉得 Dr. Sep 我没有想到的一样东西，就是原来他不只是个普通的医生，他还是一个急诊室的医生。重点是他还是有这个败血症的经历的这一个权威医生来的。可是看到 Doctor 的样子，我是觉得我很轻松，我很多东西可以跟他很放松的去谈。然后今天就有这个荣幸，就是看到了就是我们有这个机缘一起出来，一起做一个访谈。然后这也是导游 Vizo 第一次做 Facebook Live、YouTube Live 的现场直播。来，我们简单先让我们的 Dr. Sep 来讲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来，有请。Hello Vizo， 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哈，谢谢 Vizo 的简介哈，我是 Dr. Sep， 我是一个急诊专科医生，我现在国大医院工作。那今天就很荣幸的可以认识到这个 Vizo 这个导游哈，他有他自己的 podcast， 一个很年轻有为的podcaster， 然后呢就在这个有种人的机会呢就认识了他，我觉得他的 channel 呢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 channel， 就是 The Silent Cassette 无声卡带。就在这个情况呢，就我认识了他过后呢，我就看到他的这个 presentation， 就是关系到他说他的那个 channel 是讲那种比较民族比较历史还有比较宗教文化的之类的这个介绍哈，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topic， 然后呢我就觉得倒不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谈这个 topic， 因为反正我都是在这个前线工作就会遇到这种全部交叉，就是有宗教有灵异有民族的那个 background 那种传统或者是有讲到一些历史的东西。其实我在这方面一直都是有面对着的，和我公司很接近的，所以呢，今天就有机会跟你一起合作，就做这个 podcast还有这个 video 哈。对，好，谢谢 Dr. Sep。是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也很感恩，就是从这边可以知道 Dr. Sep 是很赏识我这个年轻人，因为毕竟其实我也知道，我们无声卡带也才开播不到1年，而且导游 Vizo 是很多东西是从零开始学习，是没有上过大学，所有剪辑，所有的图，所以我很多东西，我跟 Dr. Sep 开始这个直播的时候，我问了他很多的问题。所以真的是我一直都觉得，尤其是从 Dr. Sep 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他很愿意去教导我们。我这个是觉得，在这个现今社会，我已经觉得很感恩有一个人愿意去主动去讲述，有什么东西可以进步，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改进。这个没问题，大家分享一下哈。大家很支持哈。谢谢 Dr. Sep。好。OK， 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我们上次有讨论到，因为临终关怀，可是其实这个我想问一下 Doctor，
就 Doctor 在急诊室这个环境，其实它跟临终关怀是有关系吗？还是有怎样的一个分别？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其实呢，临终关怀是一个 specialty，就是一个专科来的。我们有很多种临终关怀和还有一种叫做姑息关怀，就是姑息医疗呢就是不同的。一个是 palliative，姑息就是 palliative care，临终就是 end of life care。然后在急诊室呢，其实我们有很多 end of life care，就是临终关怀体验的。其实他们很多这个病人呢，他是绝症啊。绝症来到医院，还是多数都是会到我们急诊室最后一站呢，可能是最后一对，站，他们要往生，所以呢，明白。所以有时我们会接触到有些临终者他有放下的那些叮咛啊，或者是那些我们讲的order，就是一种写下来的 message，叫我们说我不要有CPR 或者是被插管之类的那个 ventilation 来维持我的生命。如果是我需要到时间了如果是到了时间的话，你们可以给我安详的去走完最后的这个路，就是让它比较舒服的，比较哦，不辛苦的方式去我走完最后一程路这这就是我个多数是家属他要求，还是病人他也会要求的啊？其实是双方面的，有些病人自己就会跟家人谈了。其实很多临终关怀者或者是临终医生呢，他们其实已经是跟家庭开了会议了，就是让病人或者是家人他们一起做决定，就是在他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们要我们帮忙什么东西，要怎样去处理他最后的那一层那一段路。所以马来西亚其实是如果是癌症病患呢，他大多数都会有准备好。可是呢，很多其他的，好像说有一些疾病好像他是长期中了 stroke，就是中了中风过后就是躺中风。在床上的那些，他们是没有什么准备好说他临终应该怎么样子。因为 cancer 是可以 prepare，stroke 的过后呢，几年里面呢，躺在床上他们是比较少在这方面我们讲的比较注重在他们的临终的那个关怀的那个步骤。可是现在 stroke 已经开始看到这一点，还有 stroke rehab 之类的，他们也开始也是在临终关怀放下了很多心机。所以到我来说，其实很多病人都可能都会有进入这个临终的这个关怀的，有关系到这临终关怀的这个专业的。而我自己呢，我不是一个临终关怀者，我不是，可是我是 part of it，就是说我是在有意中无意中也是需要进入这一个临终的关系。很多病人没有准备到临终关怀这一点，只是说我就是在最后那个接触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他其实他就要面临那一刻，其实他们有些都不知道他自己其实是差不多到时间就要走完最后一程。所以呢，就是我们这种在急诊室的医生呢，就会在身边的给一些鼓励，给一点这种我们讲暂时性的临终关怀，那种不 professional 的临终关怀不是不 professional，不是那种比较临终关怀者的那种专业的。可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很多经验，所以我们就知道怎样去安抚那个将要临终的病人。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样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呢。临终关怀是我们是 part of it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我想要强调，就是还有一种叫做姑息关怀就是 palliative care。palliative 哦，care 呢，就是在得到绝症绝症有很多种，绝症可能是 cancer，可能是其他会导致你会死亡的但暂时性绝症是最多，就是我们 cancer 他们就是在他们开始确诊那个 cancer 的时候，到他走到最后一步临死之前，他都叫做姑息叫 palliative。当他的那个 treatment 呢，是把他的那个 symptom， 就是把他那个辛苦的那种 symptom 呢减轻拿药物减轻或者食物上调整让他比较有什么有质量的有 quality 的生活那就是 palliative， 就是 supportive。他不是医好他只是说
反正都是大的绝症了，对不对？就是给他比较轻松一点去面对这个绝症，就是把那个他的那个疼痛拿掉或者是他在做化疗的时候他呕吐泻肚子之类的，我们医生都可以给一些药来把它减轻他的那个痛苦，那就是姑息，那个是姑息关怀，姑息关怀可以是几年，可能是几个月，它是 depend on 那个病人的情况这样子。临终关怀呢是那6个月，就是在最后的6个月要死亡之前的6个月，那是比较叫做 end of life care， 那个比较 intensive， 比较不同所以它不是两者不一样的。可是今天我们是要分享临终嘛，对不对？其实也不一定是临终，因为我会想到临终是我本身也是一个医学小白，就我们对于临终和姑息我们是分不出这个差别，所以刚才我是听到临终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个第一就是它是有个专治的医生是可以去做的，可是两个都有专治医生，两个都有专治医生。姑息就是全部的，就是姑息医生就是一个专科，临终是一 part of it， 临终就是 part of it。对，因为这点是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小白，我是会把这个东西搞混的。只是姑息它是不是它的一个大的差别是more on 就是医学这方面，就是说控制药量还是什么嘛？不是姑息的话就是它有整个 team 的，有医生有心理医生有宗教师有营养师还有就是你家人在里面，还有护士它就是 overall 把你的quality of life 提升，就是从你的身体的身心都照顾好。它只是把你安抚下来，给你不要减轻你痛苦，给你有那个有quality 的 life 就好了。就是在你临终的几年的时候，他就把你弄得比较舒服的去走完最后一程路这就是姑息palliative care。了解，所以说今天算是学到一个新的字。